死而不亡者寿。通俗点说就是，阎王叫你3斤死，谁能留你到5斤？老天爷要保的人，刺客再多有何用？别人遇刺是政治终点，他遇刺是政治加冕。就在昨天4月25号的华盛顿，上演了一场比好莱坞大片还邪门的预言杀。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对着福克斯新闻的镜头笑眯眯地说：“今晚房间里会有些 shot fire， 也就是开火、枪声。”这话音刚落，没几分钟，希尔顿酒店的白宫记者晚宴外，真枪实弹，真就响。一名持枪男直接硬闯宴会厅，特勤局特工中弹。川宝夫妇跟副总统万斯都被摁着头紧急撤离，2000多名宾客钻桌子的钻桌子，跑路的跑路，现场乱成一锅粥。外媒直接炸了，每日野兽说这言论诡异到头皮发麻，劲爆呢直接喊这是赤裸裸的预言。乌克兰记者更是补刀，要是之前有人押2个亿赌股市跌，我一点都不奇怪。朋友们，这哪是巧合，这分明是一语成谶的现实版。而主角呢，又是那个男人，唐纳德·特朗普。今天咱们就battle，为什么全美国的刺客都拿咱的川宝没辙呢？他凭啥成为美国历史上遇刺最多、存活率最高的总统？从历史诅咒到现代玄学，咱们扒一扒这大难不死的川宝，看完你就懂了。川宝要是倒了，谁来扛这建国的天命？我是白胖大宝。先把这桩425诡异预言揉碎了讲。家人们，政治俚语 shot fired 在美国确实常用，形容演讲犀利、抨击猛烈，本来是句玩笑话，但关键在于时间、地点、人物全给拿捏的死死的。莱维特是什么人？白宫首席新闻秘书，特朗普的喉舌，每句话都经过千锤百炼，从来不会乱说话。采访时间，晚宴开始前几分钟，精确到秒计算。场合全球瞩目的白宫记者晚宴，特朗普、万斯所有高官全在现场，安保级别拉满。结果呢，他刚刚说完 shot fired， 外面真的传来砰砰砰，至少5声枪响。枪手拿着散弹枪硬闯安检区，跟特勤局交火。这概率得有多低比你中彩票头奖还难1万倍。易经里讲履霜坚冰至，又说吉凶者真复胜也，真胜者也。任何看似偶然的巧合背后往往都有必然的征兆。为啥这征兆偏偏落在特朗普身上？因为他从踏入政坛那天起就成了美国政治的异类，打破建制派规则，掀翻精英圈层，喊出让美国再次伟大，动了太多人的蛋糕了。对他来说枪击暗杀早就不是什么新闻，而是家常便饭。别人当总统是坐享荣华，这川宝当总统是天天渡劫。更扎心的是，美国历史上9位总统遇刺，4位直接丧命。林肯、加菲尔德、麦金莱、肯尼迪全是一击毙命就被秒了。而里根呢？里根遇刺捡回一条命，都被吹成奇迹几十年。可到了川宝这儿，遇刺次数直接断层式领先，每次都能毫发无伤或者轻伤下线，活成了刺客的噩梦，媒体的顶流，支持者的神。你说诡异不诡异？全美国的死神都盯着他，可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。别人遇刺是生死劫，可到他这儿成了经验包。这到底是运气爆盆还是天命护体？接下来咱们就从历史、玄学、人性3个维度来看看能扒出点啥。同志们，别觉得425这事儿是偶然，咱们捋一捋特朗普这几年的遇刺履历，你会发现他根本就是被暗杀事业耽误的美国总统。每一次都能在鬼门关前极限反杀，创造美国历史从未有过的奇迹。第一次2024年7月13号子弹擦耳的竞选奇迹，这是最轰动的一次，也是那幅名画。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，特朗普正站在数万人的集会上激情演讲，突然屋顶传来了枪声。20岁的枪手克鲁克斯持 AR-15 步枪，在140米外连开8枪，子弹直接击穿提词器玻璃，擦着特朗普的右耳飞过，瞬间流了鲜血。换别人早吓尿了，可人川宝是谁先是迅速低头躲到讲台下，等特勤局5秒内击毙枪手以后，他居然挣脱特工，站起来高举拳头，对着全场大喊战斗战斗，上演了那幅世纪名画。事后呢轻描淡写，
我流了好多血，但没啥事儿。78岁的老人被子弹擦过耳朵，不仅没崩溃，反而当场圈粉100万，这心理素质孙子兵法说：将军之事，静以忧，正以治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。特朗普这是把兵法刻进了 DNA。再看第二次，2024年9月，高尔夫球场的暗杀挫败。这边呢，竞选集会的伤口刚刚愈合，转头在佛罗里达高尔夫球场又被刺客盯上，嫌疑人直接驾车冲向球场，试图近距离袭击，结果被特勤局当场截获。特朗普当时正在打球，听说这事儿以后，只是淡然地挥了挥球杆。这些人永远就成功不了。第三次，2025年初，海湖庄园的硬闯者，一名21岁男子携带散弹枪跟燃料罐，试图硬闯海湖庄园，被特工直接击毙。当时特朗普不在，但明眼人都懂，目标就是他。第四次呢，2025年11月，白宫附近的针对性枪击，白宫附近2名国民警卫队员遭枪击，凶手明确针对政府人员。特朗普直接下令封锁白宫，增派500士兵，再次躲过一劫。第5次也就是昨天425晚宴，预言枪击，发言人刚说完 shot fell， 枪手就冲门，特勤局特工中弹，2000人恐慌逃窜。特朗普夫妇被摁在地上后紧急撤离，枪手当场被击毙。唯一遗憾的是啥？没有上演上回那种世纪民法 fire， 而是被安保摁着跑路，又是差一点，又是有惊无险。家人们，对比一下美国历史上遇刺前辈们，你就知道特朗普有多离谱。林肯剧院看戏呢，背后来了一枪，直接毙命，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。加菲尔德火车站被刺，撑了2个月不治身亡。麦金兰招待会上被近距离连开2枪，8天后去世。肯尼迪呢，敞篷车游行被爆头身亡，全球直播的悲剧。里根呢，遇刺后重伤进 ICU， 捡回1条命，这就算是天大的奇迹。而特朗普5次明确暗杀袭击，次次全身而退，最严重的就是耳朵擦破点皮。道德经讲，死而不亡者寿，通俗点说就是阎王叫你3斤死，谁能留你到5斤？老天爷要保的人，刺客再多有何用？更绝的是每次遇刺他的支持率反而暴涨。2024年7月枪击以后，特朗普支持率直接飙升10个点，选民喊出他连子弹都不怕，一定能保住美国。4月25号事件刚发生，他的真实社交就刷屏。华盛顿度过了非凡的夜晚，特勤局nice， 转头民调又涨。别人遇刺是政治终点，他遇刺是政治加冕，这哪是大难不死，分明是越刺越勇，是美国历史上独一份的暗杀锦鲤。讲到这儿，肯定有人问大赵这真的是运气吗？我来说，你们听，是也不是你们判断。咱们老祖宗讲命数，美国也有总统遇刺诅咒，特库姆塞诅咒，每20年当选的总统都会死于任内。林肯1860年，加菲尔德1880年，麦金莱1990年，肯尼迪1960年，全中。可特朗普2016年当选，打破了20年诅咒，2024年再当选，直接把这诅咒踩在了脚底下。易经64卦里，特朗普的命格分明是乾卦上9，亢龙有悔，阴不可久。可他偏偏是亢龙不悔，性格刚猛，敢说敢做，不走寻常路。这种姑息命格自带煞气护体，吉阳压阴。特朗普性格张扬，气场极强，走到哪儿都是焦点。这种至阳之气在玄学里能冲散阴邪暗杀之气。天命在身，他的出现本就是美国底层反抗精英的天命代表，几千万蓝领普通人把他当成救世主。这种民心之力就是最强的护身符。上书讲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，民心所向就是天命所归。刺客再狠，你能挡得住几千万人的意念护体吗？冲撞旧局，美国的遇刺诅咒针对的是建制派总统，特朗普本身就是破局者，不属于传统政治圈层，诅咒根本就套不上他。还有就是别觉得总统都是娇生惯养，特朗普78岁高龄，身体硬朗的像50岁，每天睡4个小时，精力无限，风吹日晒，演讲几个小时都不带歇的。更关键的是他的反刺客心态，不按常理出牌，别人遇刺都会害怕退缩，加强安保躲起来，进什么防空洞地下掩体。
人特朗普偏偏不。遇刺后第2天就复出演讲，对着镜头秀伤口，还要喊着我不怕他们，还得挑衅刺客幕后的事儿。刺客要的就是恐惧效果，可特朗普不仅不怕，反而把刺杀当成了表演舞台，让刺客的企图彻底落空。就昨天这波枪击事件，特朗普甚至呼吁大家继续开始宴会，只不过在幕僚们的劝说下，才打消了川宝的念头。所以糙汉无味，他不是传统精英那种养尊处优的性格，从小经商搞真人秀，跟各路狠人打交道，见过的风了比刺客吃的饭还多。子弹擦儿对他来说不过是流点血，会场混乱，他第一反应是稳住场面。五子兵法说，夫战勇气者，勇气够了，鬼神都得避着走，然后就自带流量。特朗普太懂媒体了，每次遇刺他都把危机变成了机遇，让全世界看到他在为美国挨子弹，瞬间把个人安危上升到为美国战斗的高度。刺客想除掉他，结果呢反而帮他封神。这波操作，刺客看了不得气哭吗？最后一个视角，特朗普其实是美国政治分裂的最大受益者。刺客再狠也动不了美国的规则根基。特勤局玩命保护，特朗普遇刺次数太多，逼得特勤局直接进化，安保级别拉到历史最高，狙击手、防弹设备、情报监控全拉满。425事件，枪手靠近安检区就被拦截，特工直接挡枪。这种用命保护的强度，历史上没有任何总统享受过。分裂的美国护着他，美国现在撕裂成2半，一半挺特朗普，一半呢反特朗普，但没人敢真让他死。他要是被刺杀，美国大概率立刻爆发内战，红州、蓝州直接对立，几千万支持者上街暴动，整个国家直接崩盘。所以不管是精英、军方还是幕后势力，都不敢让他死。刺客可以冲动，但背后的力量绝对不允许美国崩盘吧。他就是美国的一面镜子，特朗普的存在就是美国愤怒、分裂、渴望改变的镜子。他死了解决不了问题，只会让矛盾更激烈。所以老天也都明白，留着川宝就是美国最后的缓冲，杀了他呢，美国直接就要炸锅。最后回到咱们的主题，大难不死的川宝一定要顶住不是因为他完美，不是因为他没争议，而是因为他是这个撕裂时代的一面镜子，是越刺越勇的精神符号，是无数普通人渴望改变、不服命运的寄托。他要是倒了，谁来扛着建国的大旗？谁来继续冲撞这僵化的旧规则？谁来告诉他们，哪怕全世界都想让你倒下，你也能凭着一口气儿、一股劲儿，一次次站起来？道德经最后一句说：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，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特朗普或许不是圣人，但他活出了为而不争的狠劲儿，不为讨好谁，只为自己的信念，硬刚到底，九死不悔。家人们，不管你喜不喜欢特朗普，都该从他身上学到一点：人生没有永远的绝境，只有不敢挺住的人。大难不死是运气，挺住不死是本事，越挫越勇才是天命。记住所有打不倒你的，终将让你更强大。就像川宝一样，顶住，别趴下，因为你自己的建国大业只能靠自己完成。我是白放大人，下期再见。